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。之前种丝瓜，我都是把丝瓜种子剪开口催芽育苗。但是我觉得所有生物的繁殖啊，都是有一套它自己的系统方法，包括植物在内。所以我一直好奇啊，如果丝瓜是野生的，没有人给它剪开种子，它的发芽程度会是怎样的呢？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家里种点丝瓜，不把种子剪开口，直接催芽育苗会怎样呢？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也好奇过。那么今天我就要做一个对比实验。我分别会对比丝瓜种子不剪口，然后正常剪口和剪口剪反了这3种情况下，丝瓜种子催芽育苗生长有什么不同？这丝瓜是我自己种的，这几个是专门留种用的，里面的种子都非常成熟。这个就是丝瓜的种子。丝瓜种子成熟干了之后呢，种子外面会有一层非常薄的像塑料薄膜一样的外皮，这样的用手一搓就掉了。轻轻一吹都散开了，剩下的黑黑的种子就可以拿来种丝瓜了。现在呢，我就从这些种子中取一些来做实验。先来几个剪口的，拿一个指甲刀。之前我发过一个丝瓜种子的视频，那里有详细的展示我是怎样剪丝瓜种子的。今天这个话题呢，我再展示一下给大家看。一个丝瓜种子分2头，一头是有一点尖尖的凸起，就是这一头有凸起，而另一头呢是一个圆弧形的圆弧。正常剪丝瓜口子呢，要在没有凸起的这一边剪，另一边凸起呢是里面有胚芽。所以正常的剪呢，要剪没有凸起、圆圆的这一边。这样，剪掉了这些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些种子呢就是正常剪口的，一共20粒。我先把它包起来。接下来我再来剪一些剪反了的种子，也就是剪到了另一端带凸起的。我们来看看，如果剪反了，剪到另一边凸起，对它的发芽生长有什么影响？由于是手工剪的，不一定每颗种子剪的深浅都一样，有的就剪了稍微多一些，有的剪的少一些。好了，这20颗种子呢是反着剪的，也就是剪了带凸起的那一端。把它包起来。最后我们再来数20颗种子，不剪，直接包起来。放好，不要搞乱了顺序。这是正着剪的，第2个是反着剪的，第3个是不剪的。然后把这些种子倒上水，咱们把这些种子先浸泡12个小时。好了，现在浸泡呢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了。我们现在来把水倒出来。纸巾里的水也要拧干一些，不要太湿。现在呢，我用保鲜膜把它封上，这样可以保持这个盒子里一直是湿润的。我把它放到这个育苗垫上，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保持里面是20到30度。过段时间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发芽状况如何。2天后，看看种子的发芽情况。这是正常剪口的，也就是在圆弧的那端剪的，好多都发芽了。20颗种子中有13颗已经发芽。这是反着剪口的，在尖的那一端剪的，20颗种子中有6颗发芽了。再看看没有剪口的，20颗种子中有4颗发芽了。
这是在仅有2天的时间的发芽数量，相信再等1-2天的话，发芽的数量会更多。其实现在除了已经发芽的呢，我还看到了一些没有发芽的种子已经有了发芽迹象了。但是由于我的设备容器有限，没有太多空间种下这所有的种子。那么现在在这2天里的发芽数量呢，已经差不多可以看出不同了。咱们就不再等了，先使用这些已经发芽或者是有发芽迹象的种子直接播种吧。我用的是一个24格的育苗盘，我要将这3种不同剪口方法的种子呢，种在这同一个育苗盘里，这样可以保证它们的生长条件完全一样。24个格，那我就每种种8粒种子。还是按照顺序来，这是正常剪口的，为了方便呢，我们之后就叫它正剪。这是反着剪口的，我们就叫它反剪。这是没有剪口的，简称不剪。好啦，播种好了，放在育苗垫上，让我们静等出苗吧。2天后，可以明显的看到正剪的已经有6颗开始出苗了。反剪的呢，有1颗开始出苗，不剪的还没有任何出苗迹象。不着急，才2天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又过了1天，只过了1天，但是变化还不小。正剪的出苗7颗，反剪的出苗4颗，而前1天还没有任何出苗迹象的不剪，现在出苗了5颗。再过2天，也就是播种的第6天，正剪的8颗苗全都出来了，反剪的出了5颗苗，不剪的出苗7颗。再过1天，也就是播种的第7天，正剪的8颗，反剪的还是5颗，而不剪的8颗也出苗齐全了。由于大部分都已经出苗了，我们现在要给育苗盘换个阳光好的地方。阳光好，长得快。播种的第12天，小苗已经开始有针叶长出，反剪的这些终于有第6颗出苗的迹象。播种的第15天，反剪的第7颗苗冒出来了。现在是播种的第25天。反剪的最后1颗苗终于出现了，至此所有的种子都出苗了。但是，是不是觉得哪里有点奇怪？反剪的最后出苗这3颗怎么看着不太正常？哦，对了，是没有茎。还记得其他小苗出苗时的样子吗？一个小茎顶出2片子叶，然后子叶慢慢展开。而这3颗怎么直接出子叶？茎呢？茎在哪里？我们先等等看，继续观察吧。又过了1个星期，现在是播种的第32天，小苗都已经长出了2到3片针叶了。这个育苗盘看起来已经长不下了，现在小苗需要移栽了。看看那奇怪的3颗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有茎。有1颗开始长出针叶，其他2颗呢，连针叶都还没有长。我今天先把其他的长得好的移摘一下，等一会儿再把这3颗奇怪的苗挖出来看看。小苗的根已经长满了小格子底部，每颗小苗移栽到直径为15厘米的小花盆里。这个小花盆的土里，我放了少量的牛粪肥，作为营养补充。好了，现在正剪的全都移栽过来了。现在我来挖出这3颗没有茎的小苗来看看。哎呀，这一碰，根部直接分开了2半，除了一点根须和2片子叶，其他的组织结构都没有。再来看看这颗没有茎，但是有针叶长出的这一颗。这一颗由于没有茎部，
子叶和针叶直接从根部长出来，与根部的衔接处特别粗。同时，我又挖出一颗正常发育的苗和它做对比。没有茎的这一颗，明显根部发育不是很好。最后一颗挖出来也是直接分成了2半，只有几根根须。这3颗呢都是反着剪的。开篇时我们说过，尖头的那端里面是种子的胚芽，这3颗应该是剪口剪得比较深，伤到了胚芽，剪掉了胚芽的一部分，所以导致发育不全。这样的苗是无法继续生长的，也是不可能结果的。实验做到这儿，我来总结一下：3种种子，正着剪的、反着剪的和不剪口的。其中正剪的种子呢，由于水分可以更快的进入种子内部，整体上发芽和出苗都很快。不剪口的呢，种子的发芽比较慢，但是整体的出苗速度只比正着剪的慢了1天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而反着剪的就参差不齐了，有的长得可以，发芽和出苗都不错，但是由于剪口有深有浅，有的剪得较深的就很容易剪到种子的内部结构，影响种子的出苗以及后续的发育。就像刚才那3颗，即使等了很久，苗出来了，但是呢也会发育不全，最终造成育苗失败。所以要想给种子剪口，就要剪对位置，剪错了呢就容易破坏种子的内部结构。如果是新手实在忘记了在哪端剪，怕剪不好，那么你可以不剪，直接泡种、催芽、育苗就可以了。人工剪口呢，只是可以更快的让种子出芽出苗，这对大规模的育苗很有帮助。但是生物都是有自己的繁殖方法的，它们可以不需要人类的帮助就可以发育生长，因此只要是质量好的种子，不剪口直接种都是可以出苗的。所以如果是自己家种几颗的话，需求量不大，那么剪口不剪口都可以，只要不剪反了就行。这个结论是否给了您很大的信心呢？大自然给了每个物种完整的生命体系，只要遵从自然规律，你就可以做一位成功的家庭园丁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别忘了帮我点个赞，订阅关注喜小厨和他的菜园子频道，让科学的家庭种植园艺分享和您共建惬意美妙的田园生活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